29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向台独分子发出警告：解放军一旦出手，必是重锤猛击。民进党当局只要搞台独，就不会有和平。他们挑衅的越欢，就灭亡的越快。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解放军不会出手，而且一旦出手，必是重锤猛击。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台独武装的所谓能力，不过是蚍蜉撼树，不堪一击。在王毅与沙利文的会谈中，双方同意适时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等机制性安排。就此，发言人吴谦大校回答深圳卫视记者的提问时指出，中美双方正在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开展沟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适时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请问能否介绍更多情况？近期有没有视频通话的计划？谢谢。中美双方呢，正在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开展沟通，一有消息呢，我们将适时发布。此外，在29号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透露，经双方商定，中美两国商务部拟于9月7号在天津举行中美商贸工作组第2次副部长级会议。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将与美商务部副部长拉戈共同主持本次会议，双方将就各自经贸政策关切、企业诉求和务实合作等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年4月2号至5号，应美方邀请，王受文访问美国，与拉戈共同主持召开了中美商贸工作组第1次副部长级会议。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和近期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各自关心的商贸政策问题以及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进行了客观理性、专业务实的沟通。昨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张又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就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安排，在29号下午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29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张又侠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成功会晤，今年4月，两国元首再次通话，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动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中美保持军事安全领域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与中方同向发力。美方应当校正对华战略认知，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与中方一道推进两军沟通交流，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张又侠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但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坚决反独促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职责所系，对台独势力的肆意挑衅，我们必须予以反制。中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散布涉台虚假叙事。事实上，在历次中美高层沟通中，台湾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27号至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沙利文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台湾问题也是焦点之一。从公开的通报来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美双方也都清楚，要稳定中美关系，必须首先处理好台湾问题。距离美国大选仅剩2个多月的时间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携副手沃尔兹29号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在谈到如果当选总统，会不会考虑任命一位共和党人到内阁去任职，哈里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Yes, I would. Anyone yes, in I mind? would. No one in particular in mind. We got 68 days to go with this election, so I'm not 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But 这是哈里斯接棒拜登参选以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他上一次坐下来和媒体面对面对话还是在6月底。此后，哈里斯的团队一直高度限制他与媒体互动，除非有脚本，否则只会在往返竞选活动的路上进行非常简短的回答，遭到特朗普多次公开嘲讽。
She's not doing any news conference. You know why she's not doing it? Because she can't do a news conference. She doesn't know how to do a news conference. She's not smart enough to do a news conference. And I'm sorry, we need smart people to lead this country. 值得注意的是，主导这次专访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家主播达纳巴什，他也是特朗普与拜登6月底电视辩论时的主持人。有观察指，这是哈里斯团队在考察和面试多个美国主流媒体之后做出的谨慎选择。达纳巴什的采访风格较为平实，鲜少打断采访对象，也很少尖锐追问。更重要的是，他曾2度专访哈里斯，是哈里斯竞选团队较为熟悉的媒体人。哈里斯团队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为他多次在专访中翻车。另外，据消息人士透露，哈里斯的最新专访实际上是提前录制好的，只是在29号晚在佐治亚州率先播放，引发共和党人群起而攻之。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嘲笑哈里斯，这是在躲避记者39天后，终于鼓起勇气接受的一次预录访问。共和党人还喊话，要求哈里斯解释为何放弃了他在2020年短暂的总统竞选中提出的一些政策，包括全民医保。此外，拜登28号再次被拍到在特拉华州一处沙滩度假。据报道，8月19号，拜登结束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演讲后即飞往加州度假，此次休假将持续半个月。